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一次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加藤第三先生的著作《为何有人依然幸福，有人却不幸》这本书。这是一本非常适合那些总觉得人生不太顺，心里常常感到不安，却又说不清原因的人阅读的书。本书并不会教你如何立刻变得成功，或一夜之间获得幸福，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，有些人依然能够感到幸福，而有些人却始终觉得不幸。接下来我们就从书中的核心内容来看看答案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幸福的人是能够接纳不幸的人；第二，多数烦恼的背后其实是在渴望被爱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乍看之下有些矛盾却极其重要的观点：真正幸福的人正是能够接纳不幸的人。很多人一提到幸福，就会联想到没有烦恼、没有痛苦、没有不顺心的事情，但作者明确指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。人类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，只要活着，就一定会遇到烦恼、不安、失落、痛苦和冲突。遗憾的是，在人生结束、棺材盖合上之前，烦恼都不可能彻底消失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很多人拼命追求一种能让所有烦恼都消失的力量。作者用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：已经结婚，却开始讨厌自己的伴侣，同时又喜欢上了别人，想要离婚，却又不想受伤，希望孩子、父母、伴侣，甚至周围所有人都能理解并祝福自己。这种状态看似是在追求幸福，实际上却是在追求一种不付出任何代价却能消除一切烦恼的幻想。但现实是，如果一个人的所有愿望都被满足，所有烦恼都消失，那往往意味着周围的人正在不断忍耐、不断受伤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之上的。作者将这种状态称为背负着看不见的心理债务，而这种债是迟早要还的。如果不还清，人是无法真正安心的活着，也无法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因此，作者提醒我们，不接纳不幸，却一味追求没有烦恼的人生，反而会让人离幸福越来越远。有时，一个人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并不是因为真的幸福了，而是已经从悬崖上跌落，却还没有意识到而已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能够正视不幸、接纳不幸，反而是一种极其成熟，也极其幸福的活法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多数烦恼的背后其实是在渴望被爱。作者进一步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却常常被忽视的心理事实：真正心理健康的人，在烦恼时追求的是解决问题，而长期陷在烦恼中的人，往往是在渴望被爱。心理健康的人会这样想：我现在遇到了问题，该怎么解决？而很多不断诉说不幸、反复强调自己有多痛苦的人，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，而是希望通过烦恼来获得关注、理解、安慰和爱。于是，烦恼就变成了一种工具，只要问题解决了，获得爱的理由也就消失了。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烦恼看起来永远都不会结束，并不是因为问题真的无解，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并不是答案，而是被需要、被重视、被爱。接纳不幸，反而让人生变得轻松。作者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要消极、要放弃、要忍耐一切，而是在提醒我们人生不可能完美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不完美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必须幸福、必须顺利、不能失败，反而能够更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情绪、处境和选择。也正是在这一刻，人生才开始慢慢变得轻松起来。有这样一种人，总是说头痛头痛，可当你对他说那去医院把头痛治好吧，他却并不愿意去医院，而是继续不停地说自己头痛。同样的，有些人会一直说活着好痛苦，他们不断诉说痛苦，
却并不真正想让痛苦消失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目的并不是治好头痛，也不是让生活变好，而是借着头痛，借着痛苦来抱怨人生。头痛只是一个借口，活得很辛苦只是一个理由。真正想说的，其实是请更多的重视我，请多爱我一点。所以，他们才会不停的诉苦。这种持续不断抱怨的不满能量，本质上正是对爱的渴望。对这些人来说，活着很辛苦这句话本身，就是他们的救命绳索。因此，如果头痛真的被治好了，如果不再有可以抱怨的理由，他们反而会感到困扰。一旦这个问题消失，他们就会立刻去寻找下一个痛苦的理由。幸福取决于你能否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。比如，有些父母会抱怨孩子成绩不好，但如果他们能够真心觉得孩子能平安健康的活着，本身就是幸福，那么他们自然也能感受到幸福。然而，很多人即便明白这个道理，却依然做不到。原因往往并不在孩子身上，而是在无意识中存在的夫妻关系问题或内在冲突。如果内心没有深层的心理问题，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，人反而会感激孩子身体健康，孩子愿意帮忙做家务，孩子每天好好生活着。但内心有问题的人，永远无法满足于已经拥有的状态，反而会不断强调自己缺少的东西有多重要。对这样的人说，请你珍惜孩子健康带来的幸福，几乎是行不通的。半杯水的比喻，正如常说的那个比喻，当杯子里有半杯水时，有人会想还有半杯水，有人却会想只剩半杯水了。无法接受水只有一半的人，本质上就是无法接纳不幸的人。而且，问题并不在谁本身，注意力总是集中在缺少的一半的人，反映的是他的人格特质。他们会否定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价值，却不断强调自己没有的东西有多重要。这样的人总是在不断提出要求，可一旦要求被满足，他们又会立刻否定那个价值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并不是因为缺少某样东西才不满，而是因为内心本身充满不满，所以才把缺少当成问题。要是有这个就好了，可一旦得到了，马上又会变成要是还有那个就好了。并不是具体的某样东西让他们不幸福，而是不满本身在活着。爱抱怨的人，本质上是欲望过剩的人。作者甚至直言，长期烦恼的人，其实是非常贪心的人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抑郁症患者。从客观条件来看，他们往往拥有的太多了，有工作，有住处，身体并无严重疾病，有家人，怎么看都不算一无所有。可他们主观感受到的却是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这说明，幸福与否，并不取决于你客观上拥有什么，而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贪求过多的人格。贪心的人看到半杯水，只会觉得只剩一半；不贪心的人，却能觉得还有半杯。关键不在于水只有一半这个事实，而在于这个事实映射出了这个人内在的什么状态。如果不去看这一点，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根本解决。心的痛苦源自早年的亲子关系，人的心理痛苦往往根源于童年时期的亲子关系。那些无法接受水只有一半的人，真正不满的原因并不是水不够，而是内心深处长期积累的愤怒、缺爱感和被忽视的情绪。无意识中背负着严重心理问题的人，往往已经失去了感受爱的能力。即使被爱包围，他们也依然会觉得没有人爱我。这其中或许有先天因素，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从小到大的人际关系体验，成为即便如此也能幸福的人的练习课。练习一，一切从接纳不幸开始。总是忍不住把注意力放在没有的东西上，而看不到已经拥有的东西的人，往往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爱的缺失，而且这种早年的缺失，至今仍未在心理层面得到真正的解决。当一个人真正接纳了小时候的我，
确实没有被充分爱过。这一不幸时，真正的成长才会开始。当你能接受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我，你才会把注意力转向那些真正认可你的人。正因为接纳了不幸，我们才会开始看见，原来现在的自己身边也存在着幸福。相反，如果无法接纳不幸，内心就会不断积累怨恨与不甘，而成长也会在那一刻停止。这样的大五人会逐渐变成欲求不满的集合体。一旦如此，无论外在条件多么优越，每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依然如同地狱。就像杯子里有半杯水，他们的注意力永远只会落在缺少的那一半上。因此，接纳不幸对于长期被欲求不满支配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但作者指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真相：人要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幸福，唯一的道路就是接纳不幸。要解开这个矛盾，唯一的方法是将无意识的情绪慢慢带入意识之中。想要幸福，就必须把埋藏在无意识里的情绪一点一点地意识到、理解它、消化它。但这件事急不得，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情绪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。练习2，把能量用在为他人而做的事上。如果一个人始终被欲求不满支配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可能会在临终时怀着对他人的怨恨、对世界的不满离开。事实上，从客观角度来看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害怕的事了，只是在主观感受上，恐惧依然存在。这一点必须先在头脑中清楚地理解。接下来要做的是把那些曾经让你愤怒、屈辱、痛苦到难以忍受的经历，一件一件地拉到意识层面。你可以把那些肮脏的情绪写在纸上，也可以在无人的地方大声说出来。但仅仅发泄，并不足以让愤怒彻底消失。更重要的是，把这股不甘与悔恨的能量转向有建设性的行动。不管做什么都好，只要是对他人有帮助的事情即可。你也许会怀疑，这不只是把攻击性换个方式发泄吗？但作者强调，有意识的转化能量与被无意识情绪操控完全不同。如果一边想着我要报复，一边工作，与在不自觉的愤怒驱使下拼命付出，两者在心理层面是完全不同的。当人被无意识的怒火支配时，怒气往往会伪装成爱或正义。所以，不满必须被清楚地意识到、承认，并吐露出来。练习3，认真看见现在的自己所拥有的优势。不幸福的人，即使拥有再多，也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过多，即便意识到了，也感受不到那些东西的价值。因此，我们才会看到，有巨额财富的人选择结束生命，有至高权力的人沉溺酒精。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多才幸福，而是因为幸福了，才看得见自己拥有的东西。人并不是因为欲望太多才不幸，而是因为不幸，欲望才会无限膨胀。不幸之人的欲望没有边界，无论得到多少，都无法满足。正如波兰哲学家塔塔尔所说，年轻人有老人所没有的喜悦，但老人也有年轻人无法避免的烦恼。男女、城乡不同人生阶段皆是如此。幸福的人只是更愿意去看见自己立场中的加分项。练习4，下定决心我要幸福。林肯曾长期饱受抑郁症困扰。32岁时，他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。此后的人生，他的失败多到令人难以置信。然而54岁时，他却说，大多数人只要下定决心想要幸福，就已经离幸福不远了。他曾深信自己是最不幸的人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写下了那篇改变历史的演说，为人类开启了新的世界。他的整个人生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。据说，几乎所有认识林肯的人都提到他有明显的抑郁倾向，而且他与父母的关系也并不亲密。即便如此，
他依然是一个幸福的人。比起一出生就顺风顺水的人，在贫困与逆境中努力成长的人，往往更能体会幸福。心理上经历过成长的人，比从小就被保护的无忧无虑的人，更容易获得真正的幸福。最终的分叉点在于，是选择一边怨恨命运，一边带着我生来不幸的信念死去。因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，正是一个人的人生本身。即便如此，仍然幸福的人，正是用漫长的时间，像攀登高山一样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属于自己的高峰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